歡迎嚟到懸疑檔案。2018年2月13號早上10點25分，Lori 打咗911報警電話，話佢嘅丈夫 Larry 中咗風，而家跌咗入湖度。911, what's the address to your emergency? Yes, I'm on the lake. I'm sorry, I can't understand you. What's the address? I'm on the lake, but I don't know where. My husband he had a stroke and he fell over. Are you out in a boat? Yeah. Is he awake? No, he's Okay. on the water. He's in the water? He's gone. I've been looking for him for hours. 警方好快就趕到咗科達連湖，佢哋發現 Lori 嘅鼻喺度流緊血，獨自一個人坐喺湖中央嘅船上面。返到上岸之後，救護員簡單咁幫 Lori 處理咗傷口，而 Lori 亦都向警方講述咗事發經過。當日早晨，佢哋兩夫妻決定坐船去到科達連湖附近嘅新噏碑觀賞日出，之後再去到度假村食早餐。隻船行到一半嗰陣， Larry 察覺到隻船嘅發動機好似出咗啲問題，於是 Larry 就起身檢查發動機，跟住 Larry 面無表情咁望住 Lori， 步伐開始唔穩定，之後就跌咗落水。之後警方喺船上發現咗血跡。Lori 解釋話，當 Larry 跌落水嗰陣，佢嘗試捉住佢，但係就唔小心棘親，仲撞傷咗個鼻。當 Lori 被問到點解事發2個鐘頭之後先至報警，佢解釋話佢將手機留咗喺岸邊，佢以為 Larry 嘅手機跟住丈夫一齊跌咗落水，佢擔心佢之後冇辦法返到丈夫嘅落水地點，所以佢唔敢離開嗰度返上岸求救。直到2個鐘頭之後，佢先喺船上面揾到 Larry 嘅手機，所以佢喺嗰個時候先至可以報警求助。時間1分1秒咁過去，搜救隊仲係冇發現 Larry 嘅身影。由於當日嘅水溫大概只有3度，佢哋擔心 Larry 可能已經因為失溫而死亡。不過佢哋並冇放棄，整個搜索行動持續咗幾個禮拜。失蹤嘅 Larry 出生於1950年，大學畢業之後佢就投身木材行業。Larry 喺1974年同第一任妻子結婚，並誕下咗2名仔女。不過喺佢哋嘅仔女長大之後，佢哋就離咗婚。冇幾耐之後， Larry 就喺科達連認識咗 Lori。1953年出世嘅 Lori， 細個嗰陣生活非常貧困，居無定所。佢同屋企人經常只能夠居住喺已經空置嘅農舍入面。雖然生活貧困，但係 Lori 依然保持住樂觀嘅態度，成日將笑容掛喺面上。1973年，20歲嘅 Lori 嫁咗俾第一任丈夫，並誕下咗6個女。1996年，佢哋就離咗婚。之後 Lori 就帶住6個女搬到咗科達連，獨自撫養佢哋長大。2004年 Larry 就同 Lori 結咗婚，並居住喺距離市中心20分鐘車程嘅一間小木屋入面。佢哋熱愛戶外活動，經常都會揸船出海釣魚。兩夫妻非常恩愛，喺外人嘅眼中就係一對模範夫妻。佢哋亦都好熱心，經常為佢哋嘅社區出心出力，喺社區入面有住好高嘅聲望。
Larry 喺退休之後仍然活躍喺數個民間團體，而 Lori 就成為咗 NIHC 嘅執行董事。NIHC 係一個非營利組織，專門翻新房屋，並以較低嘅價錢出售或者係出租俾有需要嘅低收入家庭。喺 Larry 失蹤嘅當日，Lori 就成為咗當地報紙嘅頭條。佢被揭發利用執行董事嘅身份監守自盜，虧空咗大約60萬美元嘅公款。調查報告顯示，Lori 喺呢幾年時間入面不斷將 NIHC 嘅資金轉移到幾間以佢個女嘅名嚟登記嘅空殼公司。而佢嘅女對呢件事亦都係知情嘅。另外 ，Lori 亦都動用咗 NIHC 嘅資金嚟到還卡數，其中仲包括佢個女同 Larry 嘅信用卡。不過，報告顯示 Larry 對呢件事並唔知情。2018年2月26號，Lori 就因為40項偽造文書罪以及一項盜竊罪而被逮捕。之後，佢獲准以75,000美元保釋外出。不過 ，Lori 最終都係棄保潛逃。直到7月，Lori 先至去到警局自首。3月1號，Larry 嘅遺體喺距離佢落水地點大約6.4公里外一個叫 Windy Bay 嘅水域度被發現。Larry 嘅遺體喺呢個地點被發現，好快就引起咗警方嘅懷疑。根據 Larry 落水地點嘅水流方向，佢根本就冇可能會漂浮到呢度。警方之後用假人進行實驗，實驗證明所有嘅假人都根據水流漂到咗相反嘅方向。驗屍報告顯示 Larry 冇任何中風嘅跡象，不過就喺佢嘅體內檢測出大量嘅 Benadryl， 所以 Larry 唔係浸死嘅，而係服食過量藥物致死。Benadryl 係一種抗敏感藥，主要用嚟舒緩過敏性鼻炎同埋感冒症狀，有時仲會被當成安眠藥使用。就算服用正常嘅劑量，亦都會令人感到昏昏欲睡。而 Larry 體內嘅藥物含量足足超出咗正常劑量嘅71倍，絕對可以致死。於是警方馬上將 Larry 嘅死亡列為謀殺案處理。警方諗起案發當時，佢哋喺 Larry 夫婦架車度發現咗 Benadryl， 而 Lori 嘅手袋入面就有一個空嘅果汁樽。佢哋懷疑 Lori 喺 Larry 嘅果汁度落藥，等佢毒發身亡之後，再將佢抌入湖度，然後再編造出丈夫意外落水嘅故事。由於 Lori 當時已經棄保潛逃，避免打草驚蛇，警方並冇即刻對外公布 Larry 嘅死因。喺深入調查之後，警方發現喺 Larry 死亡之前嘅1個月，佢嘅遺囑俾人用手寫嘅方式更改咗遺產嘅分配。Larry 嘅仔女只能夠分到20%嘅遺產，而 Lori 嘅女就可以分到80%嘅遺產。另外，警方亦都發現 Lori 喺醜聞被揭發之前，曾經上網搜尋溺水、水深、船隻出租同埋划船意外等呢一類嘅關鍵詞。佢亦都喺案發之前嘅1個禮拜取消咗屋企嘅報紙派送服務。好明顯，佢唔想俾丈夫睇到佢虧空公款嘅報道。喺案發前幾日， Lori 就曾經嘗試想要毒死丈夫啦。嗰一日，佢哋一齊去到咗佛州睇火箭升空儀式，但係
Larry 喺成個旅程都覺得好唔舒服。佢曾經 send 咗一封 email 俾家庭醫生，話佢成身打冷震，身體冇辦法平衡，而且意識仲有啲混亂，懷疑自己中咗流感。喺 Larry 死亡嘅幾日之後， Lori 就將佢哋間屋賣咗出去，並將佢同 Larry 聯名戶口入面嘅錢全部都轉到自己同埋個女嘅戶口。種種跡象都表明 Lori 一直都有預謀殺害 Larry。 佢驚丈夫知道佢虧空公款之後會同佢離婚，到時佢哋共同擁有嘅財產將會公平分配。為咗奪得佢哋共同擁有價值150萬美元嘅財產， Larry 必須永遠消失。2019年1月， Lori 被控3項電信詐騙及1項盜竊罪，罪名成立，獲刑5年，以及必須繳交2萬美元嘅罰款。佢嘅其中4個女亦都被控盜竊罪成，被判緩刑3年，以及必須繳交5萬美元嘅罰款。2020年1月31號，Lori 正式被落案起訴，控告佢謀殺。1年之後，佢提出咗 Alford Plea， 承認2級謀殺嘅控罪，亦即係話佢依然聲稱自己冇罪，但係就同意控方擁有足夠嘅證據嚟到證明佢有罪而作出嘅認罪聲明。喺庭審中，控方將 Lori 形容為一個狡猾而且善於操縱人性嘅人。佢非常聰明，塑造出令人信賴嘅人物性格，所以佢先可以喺公司入面虧空咗接近60萬美元嘅公款而冇俾人發現。Larry 就係因為相信佢，先至會飲咗嗰支毒果汁，但係佢就永遠冇辦法醒返啦。佢將丈夫嘅遺體抌咗喺 Windy Bay 嘅水域之後，再揸船去到科達連湖，等咗2個鐘頭先至報警，目的就係為咗確保搜救隊唔可以喺第一時間揾到 Larry。 可惜佢以為天衣無縫嘅故事，最終都係被水流嘅方向擊破咗。 Lori 承認咗佢喺果汁入面落藥，但係嗰支果汁係留俾佢自己飲嘅。佢話當公司發現佢虧空公款之後，佢覺得佢令到佢嘅屋企人蒙羞，佢知道佢嘅人生玩完啦。佢當下只有2個選擇，死亡或者係坐監，而佢就好懦弱咁選擇咗前者。案發當日，佢帶咗嗰支毒果汁上船，打算自我了結，但係 Larry 就喺佢瞓着咗嗰陣飲咗嗰支毒果汁。由於一切發生得太突然啦，佢當時受到咗驚嚇，所以對於案發當日所發生嘅事，佢已經唔記得啦。最終 Lori 被控2級謀殺，罪名成立，判處終身監禁，30年後可以申請假釋。